我爸跟我姐给到公司的钱算作入股，比例我已经算好了，不算高。不是这什么意思啊？以前我觉得说的不清楚，但现在我觉得还是说清楚一点比较好。怎么了？不想签啊？签是能签，可是为什么突然间你让我签这个？你要愿意签就签，你要不愿意签就聊聊还款的事儿。我昨天晚上跟你说的时候吧，我就没太明白。不用装不明白了吧？要么你说的那些都是假的？你这是跟我赌气呢吗？嗯。行。乙方。乙方。本来我已经调整的差不多了，谁知道他们又……你还想过下去吗？这个家我已经经营了10几年了，那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以前对于我，李伟是躲着藏着，现在要反过来我躲着藏着不妨碍他们，他们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不是还想过下去吗？我真的快要疯了，我不知道我还要忍到什么时候。忍不了，那就离。离，你就知道离，离婚是那么简单的吗？是有8层皮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这是什么呀？恭喜你，正式入股王宇明公司。什么意思？离婚大战啊？姐之前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，你怎么这么固执啊？啊！拿着吧，王宇明都签字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不会吧？我以为一凡那天来找你，你们俩和好了呢。和什么好呀？过来找我签了份合同，要用他爸跟他姐之前给我开公司那钱呢，算是入股。不是吧？他那天找你的时候挺高兴的呀。我就觉着呢，他已经做好决定了。不可能，你别那么想啊！一凡不是那种人。你想想啊，他要跟你离婚，他还得想好了分你多少财产，占你公司多少股份。不可能，他说离就离了，还让你签字。哎，
你说，你和小韩那事儿让他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他如果想回来，他是不是自己得找个台阶啊？你等着吧，我估计他那份啊，他也得让你签字。这女人呐，在情感上没有把握的时候啊，就会装作在物质上要有所需求。我估计这也是一凡自我调整的吧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觉得他可能也看不出来。你看你那样，股份可是让拿走一半了啊，你还能高兴得起来？我就告诉你，那天你没跟我一起回来，我就知道你肯定去找一凡了。正好一凡也来找你。我听说你在他们公司楼下的时候，我特别为你们高兴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就证明你心里面有一凡，一凡心里面有你，你俩根本就分不开，别乱想。是，道理是那么个道理，可你说，小韩那边我也不可能不管吧？谁让你不管了？管有管的办法。你以什么心态去管？以什么身份去管？你原来管，怕这个知道，怕那个知道。你现在就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管，管多管少无所谓，但是你态度得明确了，这样小韩和一凡也都明白了，明白了吧？哎，我发现你管我的事儿都挺明白的，怎么到你自己那儿什么都不明白呢？别老是我了啊！管那么多我事干嘛？去，把这个永恒医院这事儿给我处理了。我告诉你，家和万事兴，这家庭要和睦了，工作上的事儿根本就不是问题。你自己好好想想。吃饭啊！怎么那么高兴啊？这《风的天才》看完了，这么高兴啊？那我再猜猜啊，哎呦，你这能动了啊？哎呦，这太好了，你这个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握个手，来，握个手，恭喜！抱一个，来抱一个！哎呦，太好了，真棒！哎呀，真棒！你好像变了啊！前一段时间至少你会犹豫一下。你能动我干什么？我犹豫干嘛呀？你现在太大方了，好像什么东西都放下了。哎呀，你看这，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放下。好了，别解释了，反正意思都一样。反正呢，你的心已经不在这儿了。哎，那什么，不是那个，小韩。又上当了，我逗你玩的。你呀，你这也不知道你在左边啊，还是我在右边。你在右边，你是疯子。行啊，饿了吧？饿了。吃饭啊！我给你弄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人可是我客户当中最靠谱的一个，你好好聊。那个晚上我得去一趟郊区，晚点回来。王老板来了。哎，我想问问那什么，一凡在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看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你俩关系这么好。你俩关系不也很好吗？你怎么不知道？哎呀，王宇明，这种事你怎么干得出来呢？行，不跟你说了，走了，拜拜。哎，
你来干嘛？我来看看你。不邀请我进去吗？行啊，给自己收拾的挺舒服，怪不得不想回家呢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你上次让我跟你姐和你爸签那个股权协议，就是为了离婚做准备是吗？你开公司，我给你的那一部分钱，算是婚前财产，可以作为股份，也可以作为借贷。婚后财产，你可以去查我的工资单，大部分也都入了你公司了。所以早就开始做准备了是吗？我丢的钱算是我们婚后的共同债务，我们一人一半。你爸爸抵押房产跟我们财产分割没有关系。小宝跟我说你打算回来了，我还信了。我忘了你们律师最擅长做这一套了，是吧？好，你现在准备好了？好了。我还为了小韩的事感到内疚呢，没想到你比我现实。你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样了？不是我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，是现在的你，只配这样的我。我跟小韩没你想的那么龌龊。我没跟你说那个。那你说哪个？王雨明，你别装了，真的，我都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你知道什么了？我在医院躺一天，所有的人都在忙前忙后给我想办法。你干嘛去了？卖车，转移财产。我在病床上躺一天，连午饭都是人马静给我送的。我自己强撑着去洗碗的时候，我一直在跟自己说，你是去给我想办法了。我一直告诉自己，你是想办法给我去筹钱去了。就算最后什么都没有筹到，没关系。黄宇明，你至于吗？你用得着那么着急吗？非得让我在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这么去做吗？你就那么怕摊上我这么摊子事儿吗？你是不是就想好了自己把事情全部都处理好，然后再来跟我离婚啊？连人家马静他都把自己所有的钱全都给我了，你还说我现实？哎，你不现实啊！那天你到我们公司去找我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吗？我跟瀚海谈好了，我独立接手的第一个经纪案，成交的价格连启明都特别惊讶。我签下合同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找你。就算你跟人小韩，你也是我想分享的人。我屁颠儿屁颠儿的跑去找你，可结果呢？你卖车了，卖了那么久我都不知道，现在你还说我现实？这个是卖车的钱，陈涛把钱给我了。今天来就是想把这卡给你，让你拿着它去还债。
他的钱，他老婆拿去理财了，今天才到账。之前没弄清楚情况就稀里糊涂的去办交易了。对了，还有之前跟你说那些话，我每一句都是真的。王一鸣啊，我累的。跟你在一起太折腾了。以前是因为钱，因为小韩，现在没有原因。没想到我们俩的信任竟然到了这么一个地步。之前签完合同我去找你，我以为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可是现在，我跟你一样迷茫。这个我拿回去看，拿回去看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晚叫我出来？喝两杯。我不能喝，我是趁着小孩睡着了偷着跑出来的。你就快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赶紧说呀！我就想问问你啊，你真的了解一凡吗？你这话问的，我们俩那么多年朋友，当然了解了。你不了解呀？你不是跟我说，他是对我们的婚姻没信心吗？你让我给他信心是吧？我找他去了，你猜怎么着？他把离婚协议书给我准备好了，上面什么财产分割问题、债务问题写都倍儿清楚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之前他让我跟他姐和他爸签那个股权协议，他就想好了要离婚了。你说啊，他把他对客户那赤裸的那套全用我们俩身上了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外面有人了呀？他，哥，这个时候别乱想，这肯定不可能。协议的事儿咱先不说啊，就说他外面有人这个事儿，我打保票他不可能，因为我知道一凡他不会那么容易喜欢上一个人。你就说认识你之前6年，他没看上一个人。那我想不明白了，我为什么就现在我不认识他了呢？啊，婚姻生活方面我也是个菜鸟，但是我知道这夫妻之间啊都是吵吵闹闹、磕磕碰碰过来的。你说我和小丫不就是这样吗？但现在过得挺好的呀。你说你不认识人家了，你这有点赌气啊。你想想，你当时追着人家的时候，那人所有的优点不都在你眼睛里吗？你现在一点都看不着了，不认识人家了，怎么可能呢？你们俩之间就是有误会。